我们每个人都会做错事儿，对吧？可能是一句说错的话，一个冲动的决定，一件让你后悔的事儿。当我们犯了错，本能的反应通常是我得好好想想，免得下次再犯。反思本来是件好事儿，可以帮助我们成长。但后来我慢慢发现，真正伤害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做错的那件事儿本身，而是我们对那件事儿反复的、过度的、停不下来的想。我们以为自己在深刻反省，但其实我们的大脑早就从反思悄悄地滑进了想太多的模式。反思一次会让我们成长，但想100次会让我们陷入怀疑自己、否定自己，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我整个人都出问题了。最讽刺的是，我们本来是想变好，但我们却被自己的大脑折磨得越来越糟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。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上，我说错了一句话，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不太对，我当时立刻道歉了，对方也笑着说没关系。现场的3分钟其实已经结束了，但那天晚上我刷牙的时候还在想，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还在想，隔天出门的时候我还是在想，脑子一边想一边骂自己，你都多大了还这样说话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闭嘴？你看吧，你真不适合跟人交往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不是在反省，我是在折磨自己。事情明明只发生了一次，却被我的大脑拉长了，变成了无数次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，心理学上叫做反刍思维，我们就把它叫做想太多模式吧。就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但你的脑子死活不能按暂停键。我们一起看看为什么这个想太多模式会让我们越想越累，越想越痛，以及我们到底怎么从这个循环中走出来。什么是想太多模式？为什么越聪明的人越容易中招？反刍原本是指牛羊吃草，他们先把草吃进去，然后再慢慢的吐出来，再咀嚼一遍，再咽下去。人类的反刍思维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想太多模式，就是同一件事儿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重播，甚至会让你产生一种奇怪的上瘾感。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在认真的想清楚问题，但关键的差别在于，真正的思考最后会带领你走向一个具体的行动。比如，好，我明天跟他约个时间，把误会讲开。好，我接下来3个月开始投简历。而想太多模式通常只会带你走到一句结论：哎，算了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本来就不值得被爱。你会发现，他看起来像是在认真想，但实际上他是一步一步把你推向自我否定、自我攻击、放弃行动。更残酷的是，研究发现，陷入这种模式的人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懂问题了，但实际结果却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却变弱了，变得更悲观、更抽象，更抓不住现在可以做的一点点行动。所以你会听到很多人说，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啊，我知道是原生家庭、依附关系、自我价值感低，然后就停在这里。当你问他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答案往往是我不知道，做什么都没用，我就是这样。这就是想太多模式真正可怕的地方。想太多模式是通过3把刀来伤害的我们。第一把刀，把短暂情绪变成长年累月的折磨。科学研究一致发现，想太多模式会加剧并延长所有的负面情绪。原本只是一点点难堪，一点点失落，一点点不安，在正常情况下，这种情绪就像海浪，
打上来一下，过一会儿就自己退下去了。但想太多模式的运作是，只要海浪要退，大脑就兴起另一波新的浪。比如今天我在公司开会时讲错了一句话，回家的路上我有些懊恼，这是正常的。但如果我启动了想太多模式，事情就不这么简单。我可能会开始想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笨？我是不是根本就不适合这份工作？我是不是从小到大都这样？你看吧，我永远学不会在别人面前好好说话。一件发生在今天下午的小事儿，被我一路放大，变成了我是不是整个人生都很失败？时间线被无限拉长，伤口被反复打开，小小的挫折被剪成一部失败全集。有时候你不是忘不掉那个人，也不是太玻璃心，而是因为你的大脑把那一次痛苦存成了高画质、可无限重播的版本。想太多模式的第二把刀，把具体问题变成抽象绝望。我们人生遇到的很多困难，其实都是具体问题。一段感情的结束，一份工作遇到瓶颈，某个时期身体不好，情绪低落，这些事情虽然很痛，但是它们有原因、有脉络，可以被理解，可以被一步步处理。可是当我们用想太多模式来反复回想时，大脑就会做一件事儿，把这些具体事件变成一个抽象的结论。举个例子，比如高中时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不够自信，不敢喜欢别人；上大学时因为情绪不好，错过了交友的时机；而工作之后因为经验少，跟异性不太会互动。这些都是合理具体的经历，但想太多的大脑会说，你看吧，你就是一个没人喜欢的人，你这辈子都不适合谈恋爱。又比如工作上有几次面试失败，有几次发言时紧张讲砸了，有几次觉得自己比别人慢一步，这些本来是可以练习可以进步的，但想太多的模式会直接跳到你不是这件事做不好，你是什么都做不好。从我遇到了几次困难变成了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行。那为什么越聪明的人越容易中招？因为越会分析的人越容易把生活中的片段组合成一个逻辑严密、看起来很有道理、证据丰富的结论，而这个结论却是我根本不值得被爱，不值得被看见，不值得好好活着。抽象结论最致命的地方是它无法被行动改变。你问自己，那我今天可以做什么让自己不再是个失败者呢？你会发现根本答不出来。你能做的顶多是多学一点，多运动，多社交。但无论你做多少，那句抽象结论总能轻轻松松地压过来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还是很失败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，我明明什么都试过了，可一点都不见好转。其实有些努力是有效的，只是你大脑中的那个抽象结论不允许你承认自己有一点点进步。想太多模式的第三把刀，让你对机会视而不见。想太多模式还有一把刀是最让人心疼的，它会让你对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好转和机会变得迟钝，甚至完全看不见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大脑里已经有一个大印章，我这种人不会被人喜欢的。然后有一天在公司、教会或者是活动上，有人对你说，要不要哪一天一起喝杯咖啡？你有兴趣参加我们的读书会吗？从外面来看，这是很明显的机会，新的关系，被看见，被接纳，生活多一点温度和连接。但当你处在想太多的模式里时，你的大脑会把这些好意翻译成他们只是客套，可能是缺人吧，
要不怎么会找我呢？就算去了，他们最后也不会喜欢我。机会明明敲门了，但你大脑里的那个抽象结论根本不允许你去开门。研究发现，当一个人持续进入反刍状态时，他会对他人的好意反应变慢变弱，对环境中变好的迹象不敏感。明明现实开始改善，却感受不到。用白话说就是现实已经开始变好了，但你的大脑还活在最坏的那个版本里。于是你会觉得，我从来没有机会，我一直在原地打转，别人都前进了，只有我没有。但如果你旁边有一个旁观者，他很有可能会看到，你明明已经被邀请了，你明明已经更成熟更稳重，你明明有能力做得更好，只是你看不见。不是你不配，而是想太多的模式把你的注意力紧紧锁在我哪里不够好，我又失败了，我永远追不上别人这些地方。它不是让你变清醒，而是让你只看见阴影，完全看不到光。想太多模式是怎么一步步困住你的呢？我把前面讲的内容整合成一张心理流程图。如果我是一个想太多的人，我的人生经常会这样发展：一件负面事情发生，比如被分手、被否定、失败，本来只是发生一次的事情，我在脑子里不断重播，一遍遍地想，是不是我的错？是不是我太差了？情绪被拉长，被放大10倍、100倍。接着，第2次、第3次挫折出现，每一次都被我加进了人生失败证据清单。于是我的大脑做出一个抽象结论：你看吧，我就是一个不会被喜欢的人。果然，我就是失败者。在这个结论下面，我开始卡住，情绪越来越差，看不到具体可执行的步骤，觉得做什么都没用。然后我开始逃避，因为觉得自己不行，所以不敢认识新人，不敢提出新的想法，不敢尝试新的计划。我以为自己是在保护自己，但其实是关掉了所有可能改变的机会。几年过去，现实真的没什么改变。然后我再回头看，就会说，你看吧，我一开始就知道我是那种再怎么努力都没用的人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循环，从想太多到悲观，到逃避，到现实变糟，到更想太多。所以当你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天生有问题？我是不是没救了？为什么我怎么努力都没用？我真的想很温柔地跟你说一句，也许你的问题不是你这个人不够好，而是你被想太多模式困太久了。这支视频我先帮你完成一件事儿，给这件事儿一个名字。原来我是在想太多。当你能叫出它的名字，你就能看见它的样子。你不是没救，你不是永远都会这样，你只是被一种旧的思考习惯困得太久了。下一支视频我会跟你一起拆解，怎么一步一步调小想太多模式的音量，怎么分辨这个想法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。还有一个我最喜欢最简单的练习，它会让你从被念头拖着跑变成可以站在旁边看着念头自己走过去。这个转变会悄悄改变很多事情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一句，我最容易想太多的是哪件事情？是感情、工作、自我怀疑，还是家人？当你愿意把它写出来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只在脑子里默默挨打的人了。下一支影片我们来聊，要怎么一步一步从想太多的牢笼里走回真实可呼吸的人生。我们下次见。